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让美国的房东引发恐慌的话题。美国12个城市的租金暴跌是否会引发全国地产的危机呢？美国正在发生一场系统性的租金暴跌，全美国有12个城市已经提前进入了地产的冰河期。你可能以为这是局部的现象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局势会慢慢的延伸到美国的更多的城市。如果你在美国持有投资房，做多户公寓，做基金投资，甚至自己租房，这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周期信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波下跌不是小幅的波动，这是由于过量的供应，还有高利息的打击，还有人口的回流，再加上再融资的危机4种现象叠加的结果。今天我们将借用大量的数据、实战的逻辑案例，带大家走一遍这12个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轮危机真正的底层逻辑又是什么。我们总共分成5个部分。第一，这些降租是偶发现象还是共性呢？第二，这12个暴跌的城市的真实情况。第三，租金的崩盘的7个核心的原因。第四，2026年到2028年投资的策略。第五，我们给投资人的一个提醒。对于充分了解美国租房的现状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些降租金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还是共性呢？先给大家3个数字，看看目前问题有多严重。有城市租金1年暴跌48%，有些城市空置率飙升到了10%，甚至有些房东把整栋房子$850一个月的租金来甩租，只求不被法拍。说到空置率，你可能觉得没有感觉，我是说个数字。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部分市场空置率刚刚突破9到10%，然后就是房价的暴跌。这个数值被认为是房租市场即将进入了完全失控的区间了。这不是个别区域的随机现象，而是对200多万套出租房的数据做了系统的分析，总结出来的必然发生的市场周期。全美国租金暴跌的这12个城市，并不都是同一种原因导致的崩盘，每一个市场都对应着房地产基本里面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失败模型。而理解这些失败模型之间的差别，就取决于你是否被市场收割，还是赚到了下一波周期的财富。这12个城市并用这些失败模型帮你理解每个市场的崩盘方式。12个暴跌城市的真实情况。第1名，萨拉索塔，供应崩盘，保险灾难。萨拉索塔现在是全美国最惨的租赁市场，没有之一。租金1年暴跌48%，从$3290下降到了$1868，空置率冲到了12%到16%，租赁市场完全失控了。而形成这一切的主要理由就是2022年当地的市议会搞了一场所谓的租房建设闪电战，推行混合用途分区政策，给高密度的社区奖励，还拿出4000万美元补贴经济适用房。结果这些政策直接引发了一场疯狂的建设潮，一个1年只能消化1200套的市场，硬是被塞进了3800套的新公寓房。还有一个再次催化房价崩盘的事件，就是海伦和米尔顿2场飓风的破坏，大量的人口流出，
不仅减少了需求，保险费还暴涨40%到60%。15%的出租房还在挂牌出售，为了抢客户，很多房东甚至提出了3个月的免租、免押金。看起来像是在出租房子，但是更像是在只赌钱做最后的挣扎。第二名，奥斯汀，科技泡沫的破裂。奥斯汀作为全美国前列的科技城市，是疫情时代投机过度的典型代表。这次房租的崩塌也验证了科技市场过度投机的危险。空置率冲到了10.01%，租金下跌率17.44%，房屋估值跌了22.6%。2021年到2023年的期间，奥斯汀每1000名的新增居民就批准新建造的546套公寓。一个正常健康的市场只能承受每1000人150套到200套的公寓。奥斯汀实际上新增房产对比新增人口的比例是在15%到20%，正常的市场比例在15%左右是比较合理的。但是奥斯汀又批准了将近5万套的新的租赁公寓，而同一时期只增加了10万名居民。新增房产对比新增人口的比例直接飙升到了50%，这是正常市场去化能力的3到5倍。结果就是2021年到2022年那波高价融资的房产，如今面临再融资困难，租金比高峰下跌17.44%，空置率飙升到了10年来最高，债务服务的覆盖率跌破1，意思是连还利息都不够。这也导致了技术性的违约。为了逃避债务，大量的业主被迫割肉卖房，亏了30%到40%都算是正常的。更可怕的是，纳什维尔、夏洛特、凤凰城目前正显示出完全类似的信号。拉斯维加斯需要破坏型的崩盘。拉斯维加斯的崩盘不是因为建太多，而是因为需求没有了。由于旅游业的衰退，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出现重大的问题，租金掉4.6%，空置率一路往上冲，一个月内独栋住宅出租挂牌量飙升到15%，库存量从2125套暴增到了2450套。这肯定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，这明显是市场的恐慌情绪。与此同时，多户型的公寓的供应和恐慌性的抛售也在增加。更关键的是，4年前疫情期间搬来的那波加州人根本不是长期的租户，是短期虚假的需求。现在远程办公收紧，他们不是回沿海城市，就是搬去更便宜的2线城市。亚特兰大增长神话的破灭。亚特兰大本应该是最稳的大城市之一，经济多元，人口增长快，企业的涌入，理论上怎么都不应该出现问题的。结果现在租金1年跌了9%，租金从历史的高点算起，跌了13.6%。原因是很直接的，亚特兰大也犯了建设速度过快的错误，但更致命的是需求端出现了问题。原本的核心租客，千禧一代与 Z 时代的租户，随着生活成本的攀升，为了不减少生活的质量，要么和家人一起合住，或者是直接离开这个大都市圈。大量的住房需求正在瓦解。
现在全城40%的高层出租项目在无底线的让利，已经提供超过90天的免租优惠期，高端的 A 级公寓疯狂的让利，那让 B、C 级别的公寓更是活不下去了。这不是短期的供应过剩，而是市场需求的底盘不再存在了。丹佛供应海啸，丹佛的崩盘是教科书式的供应超过极限，空置率7%，创了15年以来的最高，租金下降3.7%，伴随让利连锁反应。光2024年一年就交付了18000多套新公寓，2025年第一季度再交付6000套，15个月里面合计24000套，而丹佛正常的一年只吸收8000到10000套，供应硬是被做到了正常值的2倍以上，房租自然会崩盘。截止2024年底，入住率跌至94%。这一个低的入住率直接触发了一场房东让利的竞赛，而且目前还在持续的升级。即便在通胀的时代，平均的租金还是跌到了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丹佛市中心的空置率已经到了7.7%，情况如果再恶化一点点，就是系统性的风险，大量的房东会还不上贷款。迈阿密高端市场的崩裂，即便迈阿密拥有全球财富磁石的地位，但是高端的市场还是撑不了的。租金开始下跌，平均下降6.7%。这个说明了，即便是有钱的租户，他们也有价格的极限。目前，迈阿密市中心平均的租金是$3634一个月，空置率达到了7.8%。戴德县出现空前的外迁潮，尤其是疫情后涌入的年轻专业人士，现在也往外跑。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迈阿密的保险成本的飙升，监管的不确定，生活成本太高。凤凰城吸收幻想破灭。凤凰城的问题不再是需求不够，需求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每年可以去化17000套，是历史均值的2倍。但问题是，同一个时期市场交付有23000到24000套，也就是说每吸收一套就有1.4套供应入市。当供应超过吸收能力35%到40%的时候，空置率必然上升，这与需求的强度无关。这也证明了一个关键的事实，只要供应远超于过去化能力，需求再强也没有用。尽管凤凰城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大的大都市区之一，但是空置率目前已经到了8.5%了，逼近10年的新高。佛罗里达的走廊城市，比如奥兰多、坦帕、迈尔斯堡、科洛尔角等，主要是因为连锁调整的危机。这些城市都在经历同一种危机的不同阶段。这其实不是某一个城市单独出事，而是整个佛罗里达州的租赁市场一起连锁跳水。因为佛州正在被4连击同时打倒，供应的暴涨，保险费的飙升，自然灾害的频发，需求跟不上节奏。当这4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多米诺式的调整，一个倒了，后面一排跟着倒。原本2024年应该交付的一堆新房，被飓风一下子全部拖延。
结果就是所有推迟的库存在2025年一口气集中入市。这一迟到的供应潮将1-4走廊奥兰多伊坦帕一带的空置率推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。像迈尔斯堡与科洛尔角这两个城市是所有12个城市中最极端的，空置率从10%一路冲到16%，位居全国第2高。出租房直接变成了甩卖房，整栋房屋每个月的850到900美元挂牌出租。这个价位已经不是竞争，而是标准的困境定价，这就是市场完全投降的典型场景。这12个城市的崩盘，并不是租金下跌那么简单。租金崩盘的7个核心原因，12个城市租金崩盘总结起来是有7个核心原因。原来的建设算法崩溃。每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市场都依赖一个简单的算法：新增的供应量等于去化量加上3%到5%的健康空置缓冲。而疫情完全打破了这一个算法。比如奥斯汀，正常市场每1000个人只需要150到200套新房，奥斯汀直接批了546套。每1000个人足足超标2至3倍，供应早就注定崩溃。迁移的逆转，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。疫情时期，远程办公和高房价的需求制造了人为的需求的激增。开发商误以为这是新的常态，于是疯狂的建设。但是事实是，疫情迁移是一件一次性的事件，而非长期的趋势。远程办公的政策推动了超过30万的加州居民迁往德州、佛州和亚利桑那。数据显示，目前有40%的疫情移民正在离开当地的市场。租户投降，这是需求端正在崩溃的关键的因素。租客已经撑不住了。疫情以后，美国的年轻人的压力一下子叠满，学生贷款的还款恢复，很多年轻人每个月要还400到600美元，预算被直接掏空了。通胀削弱15%到20%的购买力，工资涨3%到4%，结果房租涨25%到40%，生活的体面性完全没法维护。年轻的租户只能投降式的调整，要么合租，要么逃离大城市。需求端被掏空了，租金当然撑不住了。保险费的暴涨，自然灾害和监管的变化，对原本就脆弱的市场再补一刀。保险费每年上涨40%到60%，把原本水深火热的房东逼得法拍出售。尤其在沿海的市场，简直就是灾难级的冲击。再融资的海啸，这是最惊刺的部分之一。2021年到2022年买的房子，原本利率在3%到4%，现在变成6%到8%，资产的估值下降20%到30%，租金的收入下降15%到40%，债务覆盖率掉到1以下，导致业主的贷款还不上，银行要增资，不补钱就违约，大量的业主资产可能被迫抛售。这种再融资的危机将在2025年第4季度达到了顶峰。让利的螺旋，当房东开始降价竞争，市场就回不去了。3个月免租听起来不多，但是其实等于把有效的租金直接砍到了25%。高端带头让利，终端
低端，只能被迫下调价格，最后就是整个市场的租金体系全线的塌掉。机构的仓位切换，有意思的是，当散户房东在扛着、撑着、等等看的时候，机构的投资人已经悄悄地整装待发了。过去的几年，他们疯狂地开发，现在他们在干嘛呢？开始募集困境资产基金，准备用40到60美元的价格收购过度杠杆的房产，从开发赚钱切换到抄底赚钱。一句话，散户在一线挨打，机构在后场等着收割。如果你现在正在持有美国的出租房或打算入场2026到2028投资策略，如果你是买家，供应周期就是指未来一段时间的交付量。前瞻供应小于6个月，代表有机会恢复较快，比如拉斯维加斯部分区域。这些市场的供应压力相对有限，有望在2026年初稳定。前瞻的供应大于12个月，代表赶紧远离，恢复较晚，比如萨拉索塔、奥斯汀这些市场的供应量远超可持续吸收能力，要到2027年才可能恢复。盯准困境资产，多谈判。现在是典型的买方市场，谈判空间大，只做现金流为王的项目，不要赌未来，不要赌涨租金。现在是现金流的时代。如果你是房东，根据现金流分为3类：过度杠杆的房东，考虑战略放弃，收入撑不住贷款的。评估下你还能扛多久呢？所在市场低谷期有多久？现金流稳定的房东，此类的房东反而是下一轮抄底的主力，请捏好你的钱。勉强收支平衡的房东，做好撑18到24个月的准备。哪个城市最先恢复呢？2026年到2027年恢复的，比如奥斯汀、夏洛特、丹佛这些城市，主要是因为供应配错，基本面还是很强的。2027年到2028年恢复的，比如佛罗里达，这些城市是结构性的伤害，不是短期的失调。我们给投资人的提醒：今天恐慌的是房东，正是3年前坚信房地产永远涨的那群人。未来3年，美国投资人分为2类：能看懂周期的人会在低谷布局，看不懂周期的人会在高点接盘。市场不会奖励侥幸，永远奖励认知。这2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美国很多的房东在甩租，基金在进场，市场在创衰，但资本开始回流，这其实是周期的底部信号。从全美住房市场租金暴跌的真相，到各大商场地产的数据反弹的底部逻辑，再到税收、供应改期、政策变化下的机会，这是一次周期的切换。如果你关注美国地产的趋势，欢迎订阅我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关于房地产最核心的事情，永远都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，这与供需没有直接关系。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，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。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，更多的是金融的附加值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的正向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考量。欢迎点赞订阅。